2025年太阳上升在水象星座，也就是巨蟹、天蝎、双鱼的人呢，财富在暗处流动，走的是暗财运。这代表几种情况啊？一种是有尚未被水象星座人彻底开发出来的一些发财路径，在明年会被你们挖掘出来、显化出来。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正常做了自己的工作，结果明年就有人问你，愿不愿意过来跟着我干啊，跟我合作之类的，或者开发一个新的东西，是你现在想不到的一些机遇和机会，或者说你明年需要去另开炉灶。所以呢，明年财富密码1就是觉察。对于找过来的一些人士呢，要保持直觉和洞察，因为机会可能就藏在这个当中。那情况2呢，就是稍微有点复杂啊。这个暗财的暗，它指的是利益好处当中会有一些腥风血雨啦，有暗中的斗争啊、竞争啊，甚至不正当的那种竞争，或者是有互相的算计，故意的一个影响你啊，给你使绊子，给你穿小鞋，爆你的黑料等等的。这也是水象星座明年财富当中的其中一种情况。所以呢，你们的财富密码2就是保护。像游戏里面说的，就保护我方水晶啊，一定要让自己树立一个界域，就是到了这个阈值里面呢，就可以让自己不受外界的一个侵扰和侵害。这也意味着巨蟹、天蝎、双鱼从现在起就要特别注重去清理、净化你自己的身体啦，你所在的空间啊，以及你的思想啊、你的情绪啊，定期的去给自己做一个清理，起码1个月一清扫啊。我之前给大家出过满月清理步骤的内容，水象星座呢，我是比较建议你们明年每1个月在满月期间都给自己做一个清理，会旺你们的财运和整体的一个能量行运啊。另外也可以去防小人，同时呢，你们对于去到的场所、结交的人也要有所选择，尽量避免去一些很暗的、很闹的场能相对来说比较乱的地方，以及接触比较负能量或者是不是很轻易能够去识别的人。如果去了那种不太好的场所回来呢，自己拿这种鼠尾草啦，或者是艾草啊，或者是魔法精油啊，给自己熏一熏、涂一涂，再进家门。明年一定要给自己去建立防御的机制啊，也避免与人有这种财务的借贷往来，包括啊，就是很轻易的被别人拿住这个把柄，不要太轻易的去相信别人。下一种财富情况呢，这个暗财暗指的是要往深入的、暗中的去研究和探究，就是废寝忘食、不眠不休的去投入其中。所以呢，水象星座明年比起学一个新的东西，投入回报比更大的是深入研究你已经有所了解、有所涉猎的东西，起码这个东西你是知道一点的，或者是你正在做的。那明年你想要收入更多、收获更大，你就要更深邃的去研究它，去升华你在这个行业领域或者是专业方面的一个实力。它是一种内功，是有别于他人的一种底蕴。虽然说在短期之内可能不能显化出来什么区别，但是呢，长期就能看出不一样。水象你就会发现你无法再低调，你势必会受到瞩目，因为你是实力派，尤其是在下半年。所以呢，水象的财富密码3就是争夺。总是惯性不争不抢的水象星座呢，25年会树立争夺意识。不过呢，上下半年的一个争的方式是不同的。上半年你们要稍微查一点，就是背地里去争和斗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或者是避免台面上的这种对刚。而下半年你们要公开的去争夺，把你所拥有的，或者是你准备筹备好的一些东西去向外展示，去跟他人去争。只要你争，你就有赢的一个机会。要有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绝不能够拱手让人的决心。